面对美国打压，中国丝毫不慌，反迎来了三大喜讯，每个都刺痛了拜登的神经。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虽然这段时间美国一直在炒作我们因不可抗力误入了美国领空的民用气球，并且还借此机会拉黑了6家中国的实体企业。但是中国并不会被美国打乱阵脚，甚至还会继续加快自身的发展步伐，以突破美国在多个领域对我国的封锁。这不，就在美国密集对华出手之际呢，中国不仅不慌，反而直接迎来了3大喜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喜讯。那么根据中国创新调查制度监测评价显示，2021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呢是572万人啊，这是2012年的1.8倍，那么也是稳居世界的首位。而且根据国家的教育政策、优惠政策，这个数量呢还在继续的增加。而不得不说，这个消息真的很棒啊，证明了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的研发，重视科技创新了。毕竟只有顶尖的科技人才加速涌现才能为我国的科技领域奠定坚实的基础。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相信过不了多少年，美国就无法再对中国卡脖子了，而我们的科技强国之路也将指日可待。其次是第二个喜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我国成功使用了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将荷鲁斯1号遥感卫星成功发射升空。随后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呢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看到我国长征运载火箭又有了新的发射壮举，相信很多国人都由衷的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而感到自豪。不过当看到荷鲁斯字样的时候，估计也有不少人会纳闷我国发射的火箭和卫星为什么要取个外国名字？而其实荷鲁斯的这个名号呢，确实是西方神话传说当中的人物，他是古代埃及非常受人尊敬的战神。据悉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因为这是一颗其他国家向我国订购的卫星，由我国负责研制和发射。而此次其他国家向我们购买遥感卫星产品，一方面说明了我们无论在卫星研发还是发射水平上都处于世界数1数2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呢，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完全做到独立研发、自主发射、全面提供测控服务，即使有美国单方面打压我国的航天发展，也不会对我国产生影响。最后是第3个喜讯，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的持续攀升，市场对于汽车的运输船的需求也在逐年的增加。根据相关报道，从2016年到2020年，汽车运输船年均成交只有4艘。然而今年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仅在1月份，全球范围内的汽车运输船新船订单就有17艘，并且已经全部被中国的船企拿下。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打破了此前被日韩等国家企业垄断的不利局面。未来中国的造船业呢，乃至整个工业制造业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这些喜讯每个都会刺痛拜登的神经。毕竟一直以来，美国就见不得中国好，因为中国崛起会影响到其霸主的地位，使美国的影响力以及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当然，这又怪得了谁呢？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想着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反而是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在这样的作为下，美国跌落神坛，那也是迟早的事儿。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